你为什么要总是这么被动？你就不能替我和小虎好好考虑考虑？你算算，我们结婚这10多年，你在家待过几天，陪过孩子几次，这些我都不怨你了。可是这一次是要去大喜杯，这往后的日子，咱们1年才能见几面啊？哦，这是军改是个好机会，部队要走30万人呢，你为什么就不能做那30万之一呢？只要你一句话，其他所有的事儿都我来处理，好吗？你别着急做决定，我不需要你马上回答我。我希望一会儿回家，你能给我一个让我感动的答案。你。团长同志，部队登车完毕，请指示。啊！1、2、1，1、2、1，1、2、1，他们怎么来了？这么胡闹的！我去看看。后面跟上，立定，文涛。哎呀，小杰，你干嘛呢？我不是跟你说来了家属不要让出来？哎呀，这件事儿你听我的，保证不给你们丢人。不是丢人，部队有组织纪律，你家属不知道吗？1、2、1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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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敬礼！1、2、1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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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、2、
团长，要不要让各干部劝自家属回去？算了，来都来了，就让他们在这里给部队送行吧。是。
是告别也是开始，是终点也是起点。无论移防搬迁还是分流转岗，大家打起背包就出发。这是新时代革命军人面对改革大考做出的回答。今天的政治工作会议呢，开得非常好。各单位针对部队移防大西北产生的各种思想问题呢，进行了大量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，稳定了部队情绪。从工作到训练，干劲和热情呢被积极地调动了起来。我代表团领导向大家表示感谢。下一步呢，我们要展开2方面的学习。第一，是要向南苏丹维和部队牺牲的官兵学习；第二，是要向边防的官兵学习。我们有些同志啊说，现在的生活条件呢，不如内地了，这要看怎么说呀。我们看看那些天天面对生死考验的维和官兵，再看看那些驻守在常年缺氧、积雪不化、寸草不生的高原哨所的官兵，我们还有什么可抱怨的？还真是巧了，我陆军有个老同学就在西藏边防当团长，昨天我们刚通过电话，要他说，咱们这个地方那就是一个天堂。对，报告首长，这地方其实没有风沙的话，还是挺可爱的嘛。这儿瓜果甜，星星近，蚊子少，城市呢干净漂亮，百姓热情淳朴。总结得不错，我以为你们只知道1年1场风，从春刮到冬，还有就是轮台9月枫叶吼，一川碎石打如斗，随风满地石乱走。哎，我觉得啊，这些谚语啊，还有唐诗，都有夸张的嫌疑。那昨天就是风和日丽啊，今天天气也不错，也没风沙嘛。历史证明，这是打脸打得最快的一次。一个强大的国家，一定有一支强大的军队，强大的军队一定是猛将如云。我们的老祖宗都有这种黄沙百战穿金甲的精神，我们这些当代的军人，有着红色精神的精兵强将，还怕这小小的风沙吗？不怕不怕。说得好。咱们一方面要树立艰苦奋斗、献身强军的精神，另外一方面，该解决的实际问题呢，我们也要解决。政治处呢已经派人调查清楚了，灵泉市还是有一些合适的岗位可以安排的。学校呢，灵泉的师范、附小、附中，教育质量不错，每年考上985、211的也不少。政治处已经就家属小孩随军的事情和当地政府联系了，当地政府表示非常支持，所以说家属小孩的事情，大家尽管放心。好。散会以后，凡是家属小孩打算随军来宁泉的，到政治处报名。报名。还有一个好消息，由我们团集体讨论，团长陈建锋执笔的2篇关于陆军合成旅组建、训练、形成战斗力的论文，被国防科学杂志刊登了，并且重点向全军推荐。好。老陈啊，我那口子家属安排的问题啊，已经解决了。你怎么打算的？方杰来吗？哎呀，我也不想两地分居啊，但是他又不想放弃自己的工作。哎呀，方杰这样的人才啊，灵泉市是求之不得，他来了，一定能安排一个好的工作。难呀，他肯定不想来，他还想让我回内地呢。你不试试怎么知道啊？趁着团里现在没什么任务，你让他过来看一眼。怎么了？你叫他，他不来？那倒不会，我一叫他马上来，因为他以为我要跟他商量我回内地呢。在你这儿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。行了啊，别老是给我灌迷魂汤了。请进。怎么样，够宽敞吧？布置的可以呀。哎，
这是哪个有艺术细胞的干部帮你布置的啊？嘿，你可没这品位。再说一遍。谁告诉你的？谁告诉你的？谁告诉你我没品位的？啊？士别三日，刮目相看，咱们俩怎么着也得10个3日没见了吧？你应该对我另眼垂青啊。你呀，就算长出点不一样的细胞，也全部都是用在军事上。我还不了解你，搁以前你就是李云龙那样的人。那我还是喜欢指挥一支现代化的军队，是吧？所有的先进武器都是我们中国自己制造的，不用打仗就能够让敌人心惊胆战、望而却步。哎，你尝尝，这可全是大西北的特产，尤其这个大枣，说是对女人特别好。尝尝。我怎么觉得我有点上你的当了？我看你这架势，没有一点想要跟我回内地的意思呀。哎呀，你。什么？你非但不跟我回去，你还打我的主意？行，既然你心意已决，那我就再也不强求你了。我跟你待2天，我就回去。家里事儿挺多的，工作也挺多的，孩子也没人照顾，我在这儿待着干嘛呀？哎呀，不是，来都来了，多住2天，行不行？孩子不是有双方的父母吗？哎，这段时间正好这个新编制的命令还没下来，我带你出去看看，祖国的大西北特别美，而且很浪漫。没兴趣。那得看跟谁去了。来，过来。来。我发现你这个人，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来陈建锋。不行。我还是要去找首长谈谈。哎，你别走啊！哎呀，我已经反复考虑过了，我是真心想留下来跟你一起干的。哎呀，老陈，你听我说，你看啊，我的年龄还有任职期限，就算这次不提拔，也已经到期了。那师职的职位就那么少，多少平级干部是没有办法安排的。能提拔你一个，已经是对咱们猛虎团另眼看待了。现在团里那么多不想走的干部，我在带头不服从决定，你告诉我，其他人的工作你怎么做？文涛，我知道，但是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，我还是要去争取一下。哎，老陈，什么事啊？局长，陈建锋来了，要见您。让他进来。是。报告。你休假回来了啊？回来了。走。哎。我正要找你谈话呢。军长，我能不能先占用你几分钟的时间，给你反映一点情况？好啊，你先说。军长，关于组建猛虎旅的干部公示，我看了，有2个人的公示，我有不同的看法，请军首长能够考虑一下。哪2个人？一个就是我们的原团政委王文涛同志，在我们团里啊威信很高。猛虎团这么多年来所取得的成绩，跟他的努力是分不开的，所以，我请求组织上能够重新慎重地考虑一下。还有一个呢？还有一个就是我的原副团长常胜，组建重装合成旅，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，由他来组织猛虎旅的装备接收以及新兵器的技术和战术训练，这样会使我们形成战斗力的时间大大提前。何以见得？他比跟你们合并的坦克团的干部更强吗？我说他行，有偏向原单位干部的嫌疑。军长，您看，这个是装甲兵工程学院战术教研室的何主任，还有这个是99A 坦克生产厂总工程师季总，他们的电话以及其他的联系方式。我希望军里能够向他们打听一下常胜同志对新式坦克的了解，以及他的技战术水平。王文涛是个好同志，可这次要转业的还有很多的好同志啊。
所以这个事就不要再提了。至于常胜，我派人了解一下，等新来的政委到任，再做决定。现在，就你担任猛虎旅旅长，正式找你谈话。是。人差不多到齐了，开始吧。你先讲。常胜还没到，要不再等一会儿吧？他跟我请假了，说他身体不舒服。我觉得还有点情绪。行吧。各位，今天呢，我们利用这个周末，召集全团干部家属代表，开一个茶话会。猛虎团这些年来所取得的每一份成绩，每一份功劳，都是我们猛虎团所有的官兵努力奋斗换来的，离不开所有家属们的默默奉献和支持。在这里呢，我跟王政委代表猛虎团，通过在座的各位，向全团的官兵和家属们致以真挚的感谢，并致以崇高的敬礼。敬礼！礼毕，坐下。我的话就说到这儿，下面有请王政委讲话。自从建国以来呢，我军经历了11次大裁军，还有体制编制的改革。我个人经历了3次啊，每一次裁军和军改，虽然人员上减少了，但是军队的战斗力却是提升了。尤其是这次波澜壮阔的军改，改革力度之强，层次之深，为我军历史上所仅见，因此对我军的战斗力将会产生革命性的重塑，同时也为我们能够参与这次军改感到光荣和自豪。哎呀，当我和建峰看到我们整编方案的时候呢，内心的激动是无法形容的。只是没想到，当这次军改来临的时候，我却不得不离开我想奉献一生的军队。不管这次军改对我个人意味着是什么，我都是发自内心的坚决支持这次军改，因为我知道这次军改对我们的军队、对我们的国家意味着是什么。我想对所有猛虎团编余的干部们说，这次裁军30万，大部分是干部啊。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去跟组织讲条件、四处活动干扰上级的决定，那这次军改是不可能顺利进行的。服从决定，顺利离开，也是对军改的支持。虽然这是一个极其痛苦的支持。政委，你放心，我们都听你的，服从组织决定，以实际行动支持这次军改。谢谢。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，只是未到伤心时。战友们，我真的舍不得离开你们，舍不得离开猛虎团，舍不得离开我们的军队。
我真的想跟你们一起驾驶着最先进的坦克，征战沙场，保卫祖国的边疆。前锋，我想跟你说两句。我不恭喜你升官提职，我恭喜你有了一个实现自己强军理想的平台，有了一个组建指挥合成旅的机会。请你珍惜这个机会，为我们的国家，为我们的人民，为我们这些老兵，带出一支强悍无敌的合成旅，让我们能看到每一个猛虎旅出征的场合，都有一面胜利的旗帜在飘扬。我会的，我一定会的，你放心。谢谢。第二个，我想跟芳姐说，王大哥，你要说什么我知道。是，我是不想离开内地，更不想离开我心爱的工作。但是当剑锋带我去梁团长的哨所之后，我看到那些年轻的战士，为了祖国，奉献出自己的青春和生命。那一刻我就在想，我们老百姓能过上安心踏实的日子，不正是因为有你们这么一批军人吗？当国家有危难的时候，你们永远冲在第一线。也正是你们的付出，才能换来我们所有人的安心踏实的生活。那么我们作为军嫂，我们有什么理由在这个时候掉链子呢？人都说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。只要剑锋需要我，我就嫁虎随虎，这才是我最重要的使命。报告旅长，猛虎旅副参谋长长生向您报告。行了行了，别来这一套，来，赶紧坐。是。哎，你的这个命令我看了啊，恭喜啊！我刚从军里边回来，政治工作部的李主任找我谈话了。军长呢也把我找过去说了几句。旅长，谢谢您给我争取回到蒙古旅的机会。谢谢啊。你谢我什么呀？你要谢应该谢你自己啊！如果没有你对这个新装备、新编制的高度认知，我说什么也没用啊。家峰，有件事呢，我觉得挺对不起你的，一直憋在我心里边。今天我跟你坦白了吧。什么事儿？你说我听听。说实话啊，自从你一进了猛虎团，我这气呀就不打一处来。当时我觉得呀，我的能力比你强，这个团长的位置呢应该是我的，所以在工作上就一直跟你憋着劲，也不配合，时不常的呢还给你找点麻烦。尤其是上一次军演失败之后，我觉得你是表面上替我承担了责任，但是心里啊一直记恨着我，没有听你的指挥。这段时间呢，我就想，军队整编，如果要是你当上了这个旅长，我就彻底没戏了，所以就特别沮丧，真的。行了啊，过去的事儿咱就不提了，我还不了解你。只要你一进入工作的状态，就什么都不顾了。来，我给你看一下啊，咱们旅的这个装备配置表，怎么样？
往后看。呀，99A 坦克，哎呀，04步战车，弹炮一体防空车，哎，这个厉害啊！带有 SAR 雷达的侦察车。呀，还有无人机呢。行啊，全部履带化。就这装备，不用说冯俊的蓝军，啊，就是外军的精锐，咱们也照样灭了他。你呀，先别太兴奋。我告诉你，我刚看到这个编制表的时候，跟你一样，特别兴奋。过去盼红了眼的新装备列装了，过去想都不敢想的新技术也如愿以偿了。但是现在，我头都大了，一个脑袋10个大。看看，这是训练大纲，以前的。这些，现在的，比之前的有10倍之多。就这些训练大纲啊，还是我四处去淘换来的。装备没到，教材训练大纲没有，等这个装备陆续都到了，哎，没人会，开不动打不响，我这个旅长怎么办？还不得急死？既然你呢，不计较以前的事儿，那我啊，在将来就用我的实际行动来证明一切吧。新装备要有新的组训模式。最近这段时间啊，我也想了很多。要说做到人等装备，而不是装备等人，有这么几个办法。你说我听听。第一呢，就是到各个单位啊，去找一些文化水平高的、领悟能力强的骨干，把他们派到各个武器装备的生产厂家，让他们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相关的理论知识，一直工作到接手装备的时候，让他们直接参与装备的验收。这些人在将来将是我们的技术骨干。那第二呢，就是派人先到有同样武器的兄弟部队去学习。第三，派人去相关的院校学习。5号车射击，报马，5号车脱马。看见没？都2天了，这么近的距离，还是固定目标都能脱靶。6号车射击，报告，6号车供弹机故障。 6号车也坏了。二营长到。 部队带回。是。打靶结束还是？回去检查问题，解决问题，针对性的训练。这样下去，只会浪费炮弹。是。老常，老秦，这种情况你们怎么看？哎呀，1营昨天打靶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。老常，你是专家，你说说看。 是咱们这个新装备的质量问题，还是我们没有掌握好这个新装备啊？我觉得2方面的问题都有，但是最主要的问题，还是我们没有完全掌握新装备的使用方法和特点。你比如说啊，这几天打靶，自动供弹机故障频发，这个就不属于质量问题。你的意思是，自动供弹机的维护、调整、检查还不够？没错，仅仅一个自动供弹机，就有200多项使用前的检查和调整。 1营有一辆车啊，火炮电路出了故障，这厂家来了几次了都没解决，这总不是我们的问题吧？这个事儿我了解过了，厂家派过来的技术人员啊，都是分系统的技术人员，这个系统他不懂那个系统，电路系统的总负责人又太忙来不了。不过这个车的车长是一个自动化专业毕业的大学生，拿过全国大奖，一直跟技术人员在学习呢。 每天加班加点，熬夜在研究，希望他能出点成绩。这个车长叫什么？江之南，中士。所以说，这就是人才强军的意义。没有人才，
哪来的战斗力？我想调整一下咱们的训练计划，压缩在兵器上的实操训练，组织以3大士官技师为主，军事主官尽可能参加的骨干培训队，全力强化相关理论基础知识，请厂方和学校的教授来讲课，彻底搞明白武器装备原理结构以及使用要求，然后再以这些骨干为核心，进行全员培训，大幅提高训练科技含量，争取在1年之内彻底摆脱这种懵懵懂懂的状态。可是集团军要求我们尽快形成战斗力，虽然没有给出明确的时间限制，但是3个月以后战区陆军就有一次考核，到时候这成绩上不去，问题可就大了。遵循战斗力生成提高的规律才是大问题。我身为旅长，就是要为这支部队形成体系战斗力负责。一旦形成战斗力，就不会轻易的丧失和倒退。如果一味的应付上级、应付考核，这对猛虎旅的长远发展来讲，是一种伤害。起立，立正。脱帽，坐下。把本子都收起来，我下面的讲话严禁记录。我今天有可能会发火，会骂人。集团军决定由我带领工作组进驻猛虎旅。陈建锋，到。最近一次战区陆军考核，你们的成绩垫底，集团军为此受到了批评。据反映，你们根本把这次考核当儿戏，所有的骨干都没参加考核。说什么理论学习，搞什么长远建设，你们要搞多长远？敌人会等你们吗？这1年里，在原地打转，开不动，打不响，玩不转。据说有的坦克坏了几个月了都修不好。你们有负集团军对你们的信任。兄弟部队和你们同时装备的，没搞你们这一套。这次考核却拿到了较好的成绩。军里为了纠正不正之风，在每个班的门背后都贴上了3级纪委的举报电话，对其他单位，这是震慑，是约束，起到了良好的警示作用。可对你们旅呢，也起到作用。3级纪委都接到了举报线索，说你们旅有严重的权钱交易行为。黄副局长，请告诉我具体的举报情况，我们一定会做深入的调查，给集团军一个明确的交代。交给你，让你来查，这恐怕不合适吧？这件事情跟我有关系，还不是有关那么简单呐！安静！我问心无愧。人家可是实名举报啊，难道人家就不怕诬告反作？报告！不是说不能随便打扰吗？我有紧急情况向旅长、政委汇报。什么紧急情况？讲。一有个战士昨晚昏倒在坦克里了，早上吃饭才发现，初步诊断是脱水低血糖，情况危急。我们队长已经带车送往野战医院了。是不是江之南？是，就是他。看，你们旅是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呀！看来集团军派工作组进驻是及时的、正确的。陈建锋旅长，到；邵波政委，到。
你们要好好检讨你们的工作。现在你把王子欣保送军校的情况讲一下，注意，你讲话的全程都有录音和笔录。3个月前，北方陆院的副院长张彤给我打电话，说是他儿子在我们猛虎旅当战士，希望我能够帮忙让他儿子上军校。但是我们保送战士们上军校是有一定标准的，我就核实了一下，他的儿子张晓彤不符合标准，就回绝了。后来他又给我来了1次电话，说是集团军的首长已经同意了，希望我能够帮着做下面的工作。我就答复说，我们保送战士上军校是有规定的，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，就算是集团军的首长找我，我也办不了。后来他就生气，把电话给挂了。你讲的这些情况都属实吗？绝对属实。这个张彤，黄副军长，您认识张彤副院长？岂止是认识，他说的那个集团军首长就是我根本没答应他。据反映，保送王子欣上学校以后，他曾经到办公室找过你。进门的时候带着个包，出门的时候包就没了，这什么情况？他是来跟我告别的，那个包里是王子欣专程买了一些战争题材的光盘给我，但是因为工作太忙，一直没有看。到现在，那些光盘还在那个柜子底下呢。小刘，是。就这个吗？对，就是他。你这古今中外还够全的嘛？军长，你够粗心的，幸亏呀，这不是行贿的证据。谢谢旅长3年来对我的帮助和教育，部队改变了我的人生。我一定好好学习，掌握先进的军事技术和理论。请您等着，等我学成归来，我要成为您麾下最优秀的指挥员，和您一起打败任何敌人。不好意思，这信你得还给我，我要和光碟一起作为证明材料，等有了结论再还给你。关于王子欣保送上军校的事情，其实在人力资源科都有详细的资料，我还需要配合做一些什么样的调查？我们先去调阅，有什么事儿再找你。好。什么？医院的病号未经许可跑了？是猛虎旅的人派人接走的？你确定吗？好，我来查清楚。陈天凤，你怎么搞的？是谁派车把医院的病号偷接走了？为什么躲着工作组的人？你们还有什么事情隐瞒吗？说呀！我不知道啊，我还想做完询问之后去医院看一看江志南。怎么回事？我去看看。敬礼！礼毕。报告黄副军长，
战士江之南把换了4个月的坦克炮修好了，大家是来给他请功的。对不起，黄副军长，不知道您在这儿，打扰了，我们现在就走。既然来了，就不要走了。我有几个问题。你就是江之南？首长好，我就是江之南。我问你，你是怎么得的病？报告首长，画了2个月的线路图，终于快画完了。我着急，怕老上厕所耽误时间，几天就没好好吃饭喝水。那天晚上，把最后一组线路图画完，一高兴，眼前一黑，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那你今天为什么从医院逃跑？是谁开车接的你？我从医院醒了之后，就一直根据线路图分析故障。我觉得我找到毛病在哪儿了。正好常副参谋长带着厂家的2位师傅来看我，我和他们讨论了一下，他们认为我分析的有道理，应该能排除故障。我要求回来试试，常副参谋长就把我带回来了。报告黄副军长，是我自作主张把江之南接过来的，但是他一回来用了半个小时时间就把故障解除了。本来呢，我想把他送回医院的，但是大家说啊，要到旅长这儿给他请功，所以就把他抬过来了。现在旅里的装备完好率啊，是我来负责的。这个故障呢，厂家派人来修了好几次，也没有修好。我一听啊，江之南能修，这一着急啊，就违反了医院的规定。厂家修不好的毛病，你江之南怎么就能修好呢？首长，我是厂里的技术人员，这是我们的问题。这个毛病啊很怪，它是2个模块同时出现了问题，我们的经验不足，一直找不到原因。但是这个同志，他是真的厉害，所以才能手到病除。我能修好这台车的火炮，也是旅里的支持。旅里把我列入了技术骨干培训班，请来大学教授跟我们讲了许多相关的理论知识，时间上也尽量保证，我才有时间查阅了大量资料。是我自己的原因违反了规定，经常整夜不睡才昏倒的，以后一定注意。大反转嘛，怎么问题都成了成绩了？工作组的同志，到我的临时办公室，我们开个小会。是。敬礼。礼毕。我疼！说，是不是你的主意？放开我！放！疼！真疼！我就说怎么会这么巧，什么事儿都让你碰上了，还找人过来请功，真有你的！我这不是给你来解围的吗？啊！再说了，今天要不是江之南说，谁会知道咱们改变训练方式，加强基础理论的学习，会起到那么大的作用啊！我的旅长同志，你还有理了你？黄副军长，您在这儿待着，我们的心一直都是提着的。那就对了，我和卢副参谋长留下来要调查的，才是我最关心的问题。您放心，我们一定全力配合。好，我问你个问题，你一定要实事求是地回答我。是，我保证。从你们接受新装备算起，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形成战斗力？报告黄副军长，5年。什么？我没听错吧？要5年？集团军把一个陆军合成旅交给你们，国家和人民花了那么多钱，你们就用这个来答复吗？是的，但是我所指的这个战斗力，不是说考核达到标准，也不是说
在对抗演习中取得1、2次的胜利，而是指有能力把一个标准的陆军合成旅，它全部的作战要素发挥到极致，把我们拉出去，敢跟任何一支一流的军队对抗，并战而胜之的战斗力。既然有这么多训练内容，那你们为什么不按照大纲抓紧培训，反而超出大纲要求，搞什么基础理论知识学习呢？第一个例子就是姜志南，他虽然是大学生，但是如果没有进行统一的学习基础理论知识，还有他自己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了相关的技术材料，那个电路图，他就是想破脑袋他也想不出来。这第二个例子就是我们都知道，99A 和59，他们的训练方式是不一样的。就在前一段时间，在训练过程当中，一些优秀的炮手发现有些火炮的瞄准基线出现了轻微漂移，于是就针对漂移的训练产生了很大的争论，最后就闹到旅里来。正好，我们的常副参谋长刚给我们讲述了相关的理论知识，因此我判断，这不是训练问题，而是陀螺仪的维护调整问题。结果，经过调查维护，就消除了0位漂移，也就消除了训练上的争论。由此可见，如果我们不进行基础理论知识学习，就不可能发现真正的问题所在。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单独把这些骨干抽调出来，排除一切干扰，尽快提升他们的基础理论水平的原因。哦，就好比你们现在是小学生，骨干就是你们培养的未来的中学老师和大学老师，对吧？是，这个比喻太贴切了。我们现在确实是小学水平，战区陆军用这个大学水平来要求我们，那我们肯定是不及格呀。但是，我们有信心，我们力争1年上一个台阶。就单独的考核来讲，我们明年及格，后年优秀。至于说这个演习对抗的话，我保证不输给对手。我相信，等我们有一天真的掌握了全要素战斗力的话，我们一定能够战胜一切对手。好，看来啊，你们是对的。我们要推动军事训练全方位转型，整体性提升，就是要尊重战斗力，形成规律。走，咱们看看炮手的训练，让我感受一下有什么不同。我当年呢，也是个优秀的炮手。黄副军长，正好我们刚进了模拟训练期，您不用上车就能够体验99A 坦克炮手的瞄准射击训练。好，首长，啊，那咱们开始吧。好，开始。哎，我这一直跟踪着，怎么发射不了啊？这不是自动模式吗？黄副军长，你电脑的要求高啊。他认为啊，就算是打了也命中不了，所以说啊无法射击。我呢可以把这个电脑啊它的限制调宽一点，但是呢命中率啊就降低了。哎，别，还是让他对我严格要求一点。我们过去啊都是打的固定目标，要把车停下来。现在是双向运动，没有电脑和陀螺仪啊，还真是没法想象啊。这就是现代兵器的先进性啊！只要是做好武器的维护，训练达标，就算是在行进过程当中，打运动目标也能做到百发百中。好。哎，首长，你们有没有达标的车呀？拉到小靶场去，给我来一次行进当中的射击。当然有。这样，我当车长，秦参谋长当驾驶员，常副参谋长当炮手，让首长体验一下。好啊，只要你们达标了，我对猛虎里的训练呢，那可就是更有信心了。请首长放心。打得好，命中了！
好，你们到车，到低洼路段，再打一炮。漂亮，又打中了！哈哈哈哈。好，测试结束，你们回来吧。黄副军长，猛虎旅0号车组射击完毕，请指示。打得好，常胜，到。你的射击技术是怎么训练的？这么短时间就达到了优秀。报告黄副军长，我是笨鸟先飞，99A 还没有到，我就先用其他单位的武器和模拟器开始训练了。真正了不起的还是我们旅长，他是等我们装备的99A 到了之后才开始训练的，现在的水平比起我来也不差。哦，那我得要看看。陈建峰，到，你也打一发，证明一下嘛。不用了，黄副军长，刚刚的第2发，就是我们旅长用超越射击打的，难度超过了我那发。深藏不露啊！陆军考核，你们为什么不出风头啊？黄副军长，秦参谋长射击水平不输我们2个人，但是打仗不能只靠我们3个人。现在很多炮手普遍达不到这个水平，陆军考核看到的就是我们部队整体的平均水平。好，我就喜欢你们这种不张扬，但是要尽快让部队的整体水平赶上去。大家注意，黄副军长的1号车准备开火 ，T122，首发命中。打得好，我看已经达到了99A 的射击距离极限。陈旅长，你们的训练成果真不错。说，一营长，停止进攻，转入防御。结果还不错。周处长，走，我们去接一下黄副军长。好。建峰，去年南方对抗演习你们打胜了，今年战区陆军考核你们优秀，我这次啊，到驻训地一看，你的最后承诺也基本兑现，中型里的战斗力啊。也基本形成，好啊，干得不错，要继续努力。是，一定努力。明年又是北漠山对抗演习，你敢不敢硬碰硬啊？蓝军旅长还是冯俊。我正想跟您说这个事儿呢。我们现在的装备，一点也不比他们差。首长啊，明年让我们去吧。就算是对我们猛虎陆军合成旅战斗力形成的检验。首长，您这是要回去了吗？我回去参加陆军组织的指挥员考核，练兵先练将，强军先强官。现在别再想当太平官。
这次对抗演习 ，B 集团军的猛虎旅，前身是 A 集团军的猛虎团。猛虎合成旅，不仅武器装备已经和5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了，关键是那陈建锋的指挥能力已全面升级了。据说他们的联战联训早已提速运行，今非昔比啊！这次对抗的难点在于，对方是一个旅级的作战单位，和我军相比，短板和弱点很少了。电子对抗手段、战场感知能力、机动性、夜视能力都不比我们弱，火力方面还强于我方，尤其是在射程上。这次上级没有给猛虎旅配属陆航部队，要是再配属了有空战能力的直十，咱们就更难了。这次演习不能再只想着一个兵种包打天下了，联则强，合则胜。谁能把诸军兵种有效联合为一体，谁就能掌握战场的主导权。这次我们双方都可以申请一定数量的空军支援。据我了解，红军申请的是歼击机支援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红军认为只要打掉我们的空中优势，他们凭借自己的合成力量就可以战胜我们。这次演习还是我们守红军攻，红军的火力强大，还配备了先进的炮弹，比如云炮弹、莫敏弹等等。绝好居守的传统方式就是此路一条，所以这一次我们打算采用要点守备、纵深机动防御的策略。报告，旅长，你找我。我有一个关键的任务交给你，因为你是最合适的。旅长，你说，保证完成任务。你挑选几个顶尖的侦察兵和最好的驾驶员，去这个地域。好，具体的兵力部署就是这样，大家还有什么意见？右翼的丘陵地带，我们就不设防了吗？装甲车辆根本无法通过那个丘陵地带，至少有2次，红军的装甲部队就被困在那儿了，进退不得。而且，就算他们通过了，在他们的前方有这么一块10几平方公里的开阔地，装甲车辆的目标大，根本无法躲过我们的监测。另外，如果红军穿越丘陵，那他们的目标一定是距离较近的我方的陆航基地，在那儿，我们部署了一支装甲机动部队。我看没问题。为了保险起见，我们在丘陵地带我方一侧再设置一个地雷封锁区。好，你安排执行。根据无人机、电子侦察车和侦察兵前出得到的情报综合分析，冯军这次采取了机动防御战术。如果他还是用传统的防御战术，我们就可以利用我们的火力优势，一线平推，将他打败。这次我们能看得出来，蓝军的防守计划做的是非常的周密。但是，我们的旅指挥所也给他们准备了几味好药，保证啊，他们吃了一定是上吐下泻。接下来我来下达第1阶段的行动命令，部队2小时后出发，根据作训科分发的行军计划，18点前抵达各自的进攻出发阵地。侦察营长到，这2个小时就是给你们清除地鼠的时间，要确保前进路上的地鼠全部清除干净。是，有了 SAR 雷达和红外侦测系统，蓝群地鼠无所遁形，都被我们标注出来了，只等清理命令。非常好。防空营到，部队抵达指定地域后，防空营要确保空中安全。是，参谋长已经给了我们各分队的位置，咱们现在这个装备，别说集结地域，就是全旅进入正于正面，照样保证全空域覆盖，蓝军飞机别想进来。非常好。炮兵营到，部队抵达指定地域后，立即展开，布置好炮位侦察雷达，随时准备反击蓝军的火力袭击。是。我们现在是体系作战，每个战斗单元都要保证自己不要成为木桶上的短板。呼叫总部，呼叫总部。收到，请讲。报告旅长，前方的灵猫小组全部失联。另据一线部队侦察员报告，红军部队已经占领了出击地域。收到。命令一线部队再分别派出侦察小组，查明红军部署，并进行火力标定。是。
蓝军。旅长，我回来了，赶紧上来。情况怎么样？你说情况怎么样？快！哎呀，你赶紧说。上来，丘陵地带啊，可以通过。快，赶紧说，快！这个丘陵地带，履带化车辆实在是太难通过了。还好我们有几个比较优秀驾驶员，真是太给力了。他们探查到了一条可以勉强通过的道路，几个个别的困难的地方呢，工兵啊协助一下就行了。关键这一次啊，我们有了一个重要的发现，蓝军啊在通过丘陵地带一线布置了地雷，我们需要扫雷车的配合。太好了，现在可以给你布置任务了。记住，你的任务直接关系到我们这次演习的成败。旅长，谢谢你的信任，我保证完成任务，绝对不会再犯错误。我给你一个合成营，加强自行加榴炮连、工兵连、电子干扰连，从丘陵地带突击进去，务必在天亮以前赶到9号地域。9号地域？没搞错吧？那里没有他们的重要目标啊。我们应该这攻击他们的陆航基地啊！看看。来，我建议你拿个圆规尺，按加榴炮的射程，以9号地域的中央为圆心，你画一个圆看看。我明白了，这个9号地域是一个中心地带，蓝军的核心目标都在我们的火力覆盖之内啊。我可以用精确制导弹药，一个一个把蓝军的目标全部消灭。怎么样？这次充分的体会到先进武器装备的满足感了吧？那是，如果这次没有全部的履带化，没有先进的夜视器材，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在夜间突进去。就算是突进去了，也不可能有这么精准、凶猛的火力。是，所以你第一轮首先要覆盖陆航基地、蓝军指挥中心、炮兵阵地以及通讯中心，然后解除无线电静默，实施电子干扰，但是要保留2个频道与我们联系，来确定下一轮的覆盖目标。如果跟我们联系不上，你们就自主确定下一轮目标。明白。在9号地域实施电子干扰，这效果就如同火力覆盖，而且这个地方距离蓝军所有的部队都不远，可以达到最强而且是全面覆盖的干扰效果。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等火力打击完毕后，你们就绕到我们进攻方向的蓝军后方进行突击，我们一举打垮他们。太棒了，这次咱们赢定了。先别高兴得太早，为了掩护你的行动啊，我有2步险棋要走，一定要坚持到早上5点。你们务必在5点以前开展第1轮的火力覆盖。等天色大亮，你们在高处对蓝军的部署就可以一览无余。那个时候就可以把所有的炮弹倾泻在他们的头上。但是记住，开始袭击之后，立即联系导演部，报告我们所袭击目标的坐标，让导演部迅速判定效果。明白。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，我必须要圆满的完成。旅长，红军上当，有2个营已经陷入我们预设的纵深阵地。陈建锋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？他可不低级，他同时动用部队向我们几个要点发起了进攻，试图撕开一个口子，一方面营救突入纵深的部队，另一方面威胁我包围军的侧后方。我们有几个要点都在呼叫增援。他是对自己的合成旅战斗力太有信心了。
想要跟我们硬刚拼命。不管怎么说，他们已经有2个营陷入包围，势在必就。如果这2个营完了，他们这次演习也就完了。不管耍什么花招，都无力回天。什么？好，我明白了。旅长，现场的情况非常紧急，我们突进去的2个营损失惨重，3营已经顶不住了。我刚才听见3营长在喊，向我开炮。我们还有多少预备队？还有主力1营和侦察营2个连，1营急于参战。都投进去，全部。是。哎，投去哪儿啊？去救3营吗？不，1营加上侦察营的2个连，全部投向态势较好的4营。蓝军那边估计也是强弩之末了，告诉1营，就看他们的了，要不惜一切代价撕开一个口子，那样的话，对3营也能够起到围魏救赵的效果。工兵，工兵，加快扫雷速度，执行！红军又投入了预备队，他们没有救垂死挣扎的1号地域的红军3营，而是投向了2号地域的红军4营。我们前方的部队快顶不住了，是不是把我们最后的预备队也投入战斗，或者是把陆航基地的部队调回来？命令部队再坚持一下，让陆航出击。夜间双方部队交错在一起，很难分辨。他们的防空部队也没有损失。等天亮，天亮让陆航再配合预备队给他们最后的打击。现在就看谁能坚持住了。报告旅长，前方丘陵地带发现红军重装部队，数量不明。按原计划缠住他们。是。我说陈建锋正面好像少了点什么，原来在这儿呢。我判断应该是一个机步营部队，想要偷袭我们的陆航。这样，从预备队派2个机步连加强一个反坦克导弹连过去，配合陆航基地的防卫部队，消灭这支红军。是。哎，这老常怎么还没消息啊？别着急，再等等。
尽快追上去，打垮他。这支红军到底想要干什么？是啊，重点地域的警卫部队也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。该不会要袭击我们司令部吧？那从丘陵地带过来有条九曲河阻隔，唯一的桥梁由我们的部队守卫，必要时可以炸桥。这么一支部队钻进来，总不是什么好事。他们是怎么进来的呢？报告，我们已经到达指定位置，请求开火。开火！蓝军司令部的所有人员，导演部宣布，你们被火力覆盖，全部阵亡。报告总导演，猛虎旅胜利会师，请指示。导演组判定，此次对抗军演，猛虎旅取得完全的胜利，祝贺你们！将长，我们输得心服口服，你们赢得无可挑剔。谢谢，谢谢合作。其实，没有一场军事行动是完美无缺的，没有今天最强，只有明天更强的猛虎陆军合成旅。强军未有穷期，利剑永无止境。陈建锋知道，战斗力建设永远在路上，淬火成钢的征途才刚刚开始。作为一名优秀的军人，他一直在准备下一场战争。现在，我宣布，利剑2022联合演习开始。向所有参战部队下达作战命令，按预定计划，对敌指挥机构、机场、雷达站、通信节点实施轰炸。是。
在向我演习区域驶来，有干扰、威胁我演习部队的企图。报告完毕。继续监视外军舰艇编队动向。外军舰艇编队持续逼近，对我演习部队构成严重危险。部队继续执行演习计划，启动应急预案，做好战斗准备。用国际通用频道实施警告，不得进入我演习预告区域。你已进入演习区域，对我方人员装备安全造成严重威胁，立即改变航线，否则是你方具有敌对意图，一切后果由你方承担。外军舰艇编队一旦进入预告演习区域，进行3次警告。外军舰艇编队不顾警告，持续逼近。我方已进行第1次警告。我方已进行第2次警告。我方已进行第3次警告。命令所有部队战斗准备。报告，收到外军明码呼叫。立刻传译。尊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挥官，我舰艇编队不慎进入你方演习预定区域，无意与你方发生冲突。我方正在驶离你方演习区域，完毕。报告外军舰艇编队真实动向。确认，外军舰艇编队已脱离接触，驶向其他海域。演习按预定计划继续进行。我已登陆，正在向敌纵深展开进攻。我已顺利控制交通要道、机场、车站。陆军登陆部队已占领全部预定目标。猛虎旅先头部队已攻占目标地域制高点。我们胜利了！全体队伍，小心！立正！总导演同志，已完成登陆任务，全部占领目标地域。
请指示。现在，我宣布，演习圆满完成。老首长，演习看完了，您有何观感？同志们，强国必须强军，军强才能国安。10年了，你们艰苦卓绝，戮力奋斗，为党和人民锻造了一支能打胜仗的现代化军队。看到这些，我感到欣慰、骄傲和自豪。敬礼！老首长的话饱含深意，站在新的历史潮头，回望奋斗强军的壮阔历程，我们坚信，奋楫前行的人民军队一定能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，在新征程上书写新的辉煌。